大家周末好，感谢肖恩和张超伦过来一起直播。我们前一段去 KPO 一起做了一个中医的会诊，中医的义诊，然后张超伦和我做治疗，然后邵恩做登记帮我们辅助，然后回答很多这种保险相关的问题，非常感谢。感谢提供这个机会，宝贵的。张超伦和去年也和我们一起参加对，了，是去年然后今年是邵恩是第一次，对，我是时间很长，7个多小时，将近8个小时。后面最后因为这个一点失误，这个笔记本电脑没电了，所以最后大概可能有半个小时没录上。所以但全程基本都看了，但显然这个不太符合油管平台的这个流量趋势，点击率非常低，0. 几，不到1%。然后看的时间也很短，大多数就5分钟不到，确实有点无聊，可能是。会不会跟横屏有关系？还是没有乐趣。你们参加这次感觉怎么样？张医生。我觉得肯定是今年比去年上手的机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去年只停留在外诊上嘛，然后外诊和一些生活上的建议嘛，一些对这种，然后今年也是第一次去真正的去参与到这种全流程的这种，从把脉啊到治疗啊到最后的这种医嘱吧，大概是这样，全流程参与下来，感觉就是收获还蛮多的。你说话得稍微大点声。没事，我觉得我的声音应该能触达，你可以放在这边。对，你别在这边，我应该能。OK， 好的。你去年就是光号脉，然后进行一些咨询的解答。对，是的，但是好多人还是对你印象挺深的。后来有很多病人当天就义诊完之后，联系方式，主动找我们复诊啊，就要问你的一些联系方式。大家也对这个中医还是挺有热情的。然后今年就是场地，你现在也做了安纯如按摩法，我看做了挺多的，做了几个呢？做了得有10多个吧，感觉有10多个，差不多，还是挺多的。是的。你觉得这种集中式的这种义诊，然后和平常你这种在家里面在诊所里面看病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问诊的时间相对短一点。对，一是问诊的时间相对短一些，二是，因为现在我这儿的患者都是老患者，所以就属于你一直跟随他身体的情况，可能他今天都不用说什么，你脉一搭就知道他的一些变化。然后并且他可能对我的治疗的方式啊，他都比较熟悉了，所以也不会问很多其他的问题。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另外就是治疗时长不一样吧。然后但是这一次就虽然说每一个义诊基本上给到20到30分钟时间，但基本上效果都出来了啊，大家的反馈都还蛮好的。都有哪些效果？反正做了一个也是做中医的女生嘛，做了一个，然后她就是身体最近确实是不太好，然后有一些情志方面的问题然后给她做完了这个手法了之后，她会觉得。因为上午给他做完了，他下午又回到会场了，我们又短暂的交流了一下，然后他觉得就是他一直有这种，比如说排气的这种反应，然后包括他小便是很清长那种小便，就是觉得人整个很舒服。做完之后，他觉得他眼睛都亮了，然后他自己说，他做完了跟他喝中药调理后的那个及时的效果是一样的，基本上这就做了30分钟的效果，对，然后有一个奶奶吧，反正当时做完了之后，就是肉眼可见的，就是因为她做完之后去了趟洗手间，然后她回来之后跟我说，就是肉眼可见的容光焕发了，就是白里透红了这个脸上，气血激发起来。对，是的，你稍微你参加一天，我也能感受到，就是首先从客户的反馈来讲，无论是现场还是从后续我电话每个做了跟踪吧，辛苦。起码电话只要我能触达联系得上的客户，都说现场的这个诊疗的效果很不错。第一个是找到了准确的问题，第二是得到了相应的医师很好的治疗。我的一个最有印象的这个特点，在咱们整个义诊的过程中，就是您2位这个时间都是持续在每一位保持在30分钟以上。就是我可能跟我之前理解的义诊
或者说叫免费的诊疗，不太一样。我可能因为之前这的确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现场活动，然后也很感谢段医生、张医生给我这个机会，现场能做这个辅助的服务啊、排号，然后能解答客户的问题。但是我感觉可能从这个活动本身的商业这个性质和感觉来讲，可能大多数能提供义诊的这个诊所，我也观察了一下，提供的所谓现场的这种诊疗服务不会超过10分钟的。对，我们是很认真，你们非常认真。这是我是第一个感觉特别好的印象，我相信这也是经过了现场这个整个义诊的过程，也包括了免费的这个诊疗之后客户的反应，就是客人的反应。第二个是我感觉可能从整个这个会场的对比来讲，咱们的确是有那种中医博大精深的这种气质跟气场，咱们能够把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专业的这个诊疗的精神能够奉献给这个客人。但是大多数可能白展的，我觉得多数都是在展示产品、展示形象、发名片，然后呢各个会场串场，这个可能在咱们做诊疗的这个客户群体里边也有一定体现。因为我打过电话之后，出去有3个是错误电话的，但是我认为反应是不太正常的。他说电话是错误，但是他可能有反应记得这个事儿，那就无所谓。还有其实10个左右是电话没打通的，但是他留的那个姓名呢不是特别的准确，比如有留 BC 的，有留一个 I 是那个 first name 的，我认为大多数可能是现场来回去走的现场的才会那个，但是对咱们说不要紧，就是因为您想去参加这个会，就是想给所有的能够触达的客户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对症的治疗。通过这种方式，也把咱们自己中医的这种所谓对客户比较关爱的精神也能传达过去，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我认为是对客户是非常照顾的。我是感受到的，我的一个感受。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怎么做的，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就是希望说能把自己所学所会的能让人受益。然后至于说推广中医，这个其实是你作为这个行业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对，而不是说我要怎么通过这个一天的这个义诊这个时间就行了，这个就能看到那道防线就可以。对，我觉得我的声音也没问题。对，而不是说通过这一个展销会或者一个文化周的去打广告了起到一个商业的效果。对因为我一直就是这个观点，就是我的时间就是这么多，我一天我最多确实可以看很多病人。以前在公立医院一天看200-300病人，但我觉得国内那种公立医院的诊疗模式真的是对患者也没有尊重，对医生也没有尊重。是的。然后你其实是让这个整个诊疗过程，让这个医学的文化也好，医学关怀也好，还有它的技术也好，都是在压缩到一个极致的情况下。对，那其实它的疗效、社会的效应，还有经济效应，都并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而且它会让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对，这样不管从医学的发展，还是对社会的意义，还是对病人个体的收益来说，其实都是不好。是的，我能充分感受到。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做起吧。所以我说中医的气场嘛，这个博大精深的这种气质，跟咱们提供的服务是吻合的。中医毕竟不是快餐嘛，也不是需要快速达到效果目标的。就是中医可以做快餐，但是呢，我觉得在这种场合不适合做快餐。你做了一个快餐，是让人很惊讶一下，让人觉得还这样，几分钟看到效果。这个和江湖打把式卖艺、卖大力丸的有什么区别？那我们要给别人，尤其是本地的没有接触过中医的人，给他的我们不希望是让他有这种惊奇、好奇，甚至说猎奇的这种心态，见到这么一个印象。我是希望他能够明白中医更深的底层的文化，然后对人体的认识，真正能够解决问题，让他有这个印象。至于他之后找我来治疗，找其他的中医来治疗，甚至不找中医来治疗，都是没关系的。理念是一样。对，是这样。真的很有道理。对。所以现场每一个客人能保持30分钟这样一个诊疗，的确是我觉得在义诊里边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义诊来的人，他很多人都确实是问题积攒了很多。是的。很多人他可能多处求医，然后没有好的一个理想的效果，或者是他本身认知的问题，他对身体产生了很多的忽略，或者说导致了一些生活认知，就是我们说健康就是认知的变现嘛。
你的认知是的出了问题，反映到身体上，所以他就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解决方式。我们其实可能一次的义诊并不能解决他所有的健康问题，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思路的启发，是的，让他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体，重新认识自己的健康，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个思路去做启蒙的话，你可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是的，可能就问题就更严重了。对，好多人就是出现那种南辕北辙的现象，就是他可能是想去机场，但是他可能走路走反了，这样你说能不能到呢？可能最后也能到，但是有很多弯路要走，很多不必要的成本要负担。那你在现在来说，任何人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需要考虑成本的，不管是他有没有保险，或者是他有没有这个预算，他其实这个成本你是很难说我完全不付出的，只是说或早或晚付出。可能你平时你不去做这个成本的付出，不对健康去关注，不去为了这个健康付出代价，那你最后就是可能你5年以后、10年以后，甚至说到你的人生的末期的时候，它一个大爆发堆积到一定程度，你付出巨大的代价，可能甚至都不是你个人，可能是你整个家族、你的后代，全的这个经济的压力，然后情感的压力，家庭的人际关系的压力都会爆发出来。那我觉得作为现在一个理性的人，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情况出现，而且在能避免的时间跟能力的情况下，扰易毒键也好，发现问题也好，找对治疗的方法也好，哪怕成本可能会控制在一定比较低的这个范围，你起码能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就怕有些人可能他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因为价格成本的原因，他考虑避而不见，去忽视这个风险，那就像你说的，可能最后都会找回来。有这种病人，是的，有的，对，所以说就是中医的这个六不治，它提出来就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其实人性没有变，你现在我们不管是义诊啊，还是日常的门诊看到的患者，很多其实还是处于这种六不治的状态。我记得之前有些这个网上的博主他就说，哎，中医这个都是看缘分，就是你可以找不到好的中医，就是因为缘分，所以他就觉得中医就不值得推广。但是其实他没有想明白，不光是中医是这样，如果你是处于一种六不治的状态，并不是说医生不给你治疗，而是说如果你的心态没有摆正，你处于一种六不治的状态的话，你去看中医也好看西医也好，你不会有好的结果，你都不想接受正确的信息。对呀，是的，比如第一条，它就是这个重财轻命。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病人他上来他不是问你说，哎，我这个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问你几次能治好？他问你治多长时间？算成本，几次能好？对，但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认知不够的话，那你跟他你说任何数字，他都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自己没有标准答案。那你的答案就一定不符合他心理预期。是的，就是老话说，就是只有骗子能满足他的需求。就是我原来讲过，我们那同事来一些接电话，说的很严重的病，放心吧，一次就好。你先来了就行。来了之后再怎么一次，哎，没好啊，没好，你当然好不了了，至少要3次，3次就没好啊，一个疗程10次，对吧？就是你先上钩再说，这是理念问题。对，这是理念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跟他说，我上来跟他一个很美好的预期，然后再慢慢让他打折扣，让他逐渐失望。那他这个失望就不是对我个人的失望，而是对整个这个中医的行业失望，甚至是对整个医疗这个行业的失望。我前几天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 walk in 的，他就是住在附近，然后路过看到这里开了一个诊所就进来，就吸人。他也没有问太多，他就上来就说啊，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然后你能不能治我这个病？然后我说我试一下吧，然后我一说试一下，他就直接就哭了，因为就是中年女性，我说你为什么哭呢？我看了各种方法，试了各种方法，效果都很不好，我现在已经绝望了，我觉得没有人能帮我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会尽我的全力帮他。然后他就哭了大概10分钟，然后我就认真给他看了以后呢，因为他是说英语，
然后他英语也不是特别好，也是移民，也是移民，也是移民。然后我说，不然你用英语，你写一封邮件，把你的情况还有你以前诊疗的经过告诉我。然后我没有预期他写的很难，结果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女士，应该她文化程度很高，是从东欧那边移民过来的，然后很认真的写了非常长的一封邮件，然后把她发病的经历、过程、日常的生活习惯写得很详细，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帮她分析了一下，最后我分析的结论就是可能跟她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她是胃不舒服，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以后就会有这种胃胀，然后整个腹胀胀得非常厉害，会很疼，疼的他就没办法正常工作生活。然后我分析呢，就和他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因为他早晨的早餐就是一碗冰沙，然后很健康的水果，然后全是凉的。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为了我们的治疗稍微调整一下生活习惯？对。然后早餐呢，我们先不要吃这些凉的。你喝一点热的东西，然后他很认真的去执行，第二次见我的时候，他说非常感谢你，我看到了希望，我现在就是疼痛也减轻了，然后腹胀也好多了，然后慢慢治疗，这个彼此信任建立起来之后，他也很配合治疗，然后我也给了他很多建议，然后我们治疗的过程也很愉快，现在他就觉得这个治疗非常满意，但是如果反过来他上来就没有信心。一进门你几次能好，是吧？好多人从微信联系我，从邮件联系我，从电话联系我，上来就问这个问题，哎，我什么什么病，几次能好？一般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不是说以前的老病人介绍的话，我一般都告诉他1年半到2年。你有这个信心愿意治的话，你愿意配合你再来。你如果预期说我说跟你说1次或者2、3次能好，或者10次能好，说出一个数字来。我知道你有这个病，但我没见到你这个人。我们中医是要治这个人，不是要治这个病。对，是的。所以那你要怎么说？就是我要不然就说一个数字骗你，对吧？我也可以根据我的经验，这个病教科书上写的，比如半月板损伤多长时间能好，骨折多长时间能好，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数字。但是第一个，我不了解你的全面的情况，你的生活习惯，你的治疗的经历，责任呢？这是不负责任的回答。本身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提出来的角度就不太负责任。就是如果说你把你的一个基于未来跟你身心的健康幸福相关的一个问题，用一个未来的规划的整体的预算去挂钩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吧？因为本身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病症，你就应该认真对待它，无论是多少钱，就要把它治好。但是当然在自己整个的压力经济范围内。但当你就是想用多少钱去治它的时候，我不认为你把它看成一种需要解决的病。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能理解？就是因为你要治它，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就是肯定是经济能力允许范围之内。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健康要负责。他其实你对自己是有一个定价的。对，是的啊，你说这个病会影响我的整个家庭的财务平衡，我知道，我也不主张你去为了看病就家破人亡，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可以商量一个更经济的方法，对吧？就是你有什么方法，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改变生活方式，自己锻炼，然后调整饮食，这些东西不是治疗能代替成本的，但是这个成本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然后你至于说我的治疗、我的知识、我的技术就值这个钱，每个人的时间一天都是24小时，这个时间对你来说很珍贵，对我来说也很珍贵。我觉得我收这个钱，我心里才能平衡。我可以拿出时间来义诊，但你让我完全都是免费的，或者是低于我心理预期的这个收费来提供服务、提供我的知识，那我觉得是不平衡、不现实，价值不匹配。那我心理不平衡的话，那我一定会做错，或者是犯错，或者不负责任，对吧？因为没达到我的对象，也不是我的客户，甚至我都不会给出治疗方案。而好多客户，我觉得认为他拿钱去对标的话，可能他自己心里认为哈，我把这钱花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我就解决了。有的人的确是这种，
就像锻炼去交给教练的钱，他不去是一个道理。有的人这个想法其实这更多是我觉得是好多责任，好多他的这个思维过于简单，他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是的，他就是希望说，哎，我交一份钱，你拿一份货，我把这事解决了。对，但其实他没有想到，其实健康是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他其实说，我们就是经常说的老话，就是说疾病是病人和医生的共同的敌人。而他把这个疾病和他自己割裂开了，就是说我交了钱，我就病应该好。反而多了一个责任给到别人了。对对对，反而是不是自己事儿了，没有考虑说我这个应该做出什么改变。有这种，我们知道有这种，的确有这种。尤其是没关系到自己生命安全的一些不大不小的病，可能最容易这种大病。我们说的亚健康的生物，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他反而应该从自己的生活习惯，从早餐开始的饮食，什么清淡、保持运动这些所有的习惯去养成开始。但是只要他定了一个所谓目标，他认为钱花到了，然后这个事儿我做完了，然后我的健康就好，这不现实。你需要坚持，你需要认可这个理念，你需要把它做到底。所以我觉得其实说回来，通过这个整个义诊这个过程，我也能感受到，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他们就这些参加义诊的这个病患呢，他们很希望能通过咱们传统这个中医的诊疗，能帮他们的健康有一定的改善，而且能感觉到他们这些问题是长时间出现的问题。对，尤其是我知道几个经过您治疗，也比较详细，认真去每个30分钟嘛，在那个躺的时候有的还能比较那个安静的入睡一会儿。是的，是的，对，效果非常不错。所以我觉得真是可能信任是第一个基础，然后在信任的基础之上，能得到您比较好的对症的这个方案，他能接受，然后呢，从这个开始可能是大家让身体变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说这一次义诊或者一次诊疗就能帮他带来什么。是的，我觉得断手术。你怎么看这些情况？我觉得对于健康这件事儿，还是就是像刚才您说的，就是关乎每个人的认知的问题吧。他是不是重视这个事情？有些人他跟钱没有关系，有些人真的就是不重视。然后有一些人是重视了，然后这块又分出来，你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去针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对，这基本上是3类嘛。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第一类人这种，我其实搁我自己的话，我确实能做的很有限，就是不太在乎自己的身体的。比如说自己都不在乎自己了，对，比如说有不尽嘛。对，比如说像老刘就是要2啤酒配炸鸡这种，对，然后他就觉得反正对爽，他觉得人生苦短须尽欢，对，他觉得这你就很难，这还是家人呢。对，你说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做什么。对，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意识到我的身体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他们想去治啊，找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后我也有患者，他基本上积攒了很多年的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越来越困扰，然后这个程度越来越深，然后他也是有很强大的经济基础，然后只要是哪儿听到很好的医生，他就打飞机过去治，然后去美国去哪儿去各种回国，这样就是最后都没有治好他。所以我觉得这次义诊也好，或者平常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播，然后我们去做一些这种公益上的事情，或者去传播在互联网上，我觉得都是给大家一个新的视角，告诉他我们还有这么一种手法，然后可以去治疗这种问题。对，他可能不用针，不用药，不用任何东西，然后可以改善这个东西，就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吧。然后还有一种人呢，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的就是健康也是宝贵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身体的各个问题，但是经济实力真的不允许。那我觉得义诊的话，我们能给他一个怎么讲更低成本的
这个改善他，对对对，你的饮食平常要怎么样做，或者你的日常的锻炼你要怎么去做，然后你不要去吃什么，你要早睡觉，对，或者哪怕是告诉他几个穴位，平常的保健的穴位，你平常自己去刮刮痧，或者自己去按一按，或者肩颈问题的，你伏案写作时间长了，你打一套八段锦或者怎么样，我们能给他一种建议，我觉得不需要门槛。对，是的，是的，所以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吧。是，这也是我开这个有氧频道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说，你宣传推广啊，通过讲，然后包括这个棒铃锻炼，然后改变大家这个唤起这个意识，你先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你可能因为地理的原因啊，因为经济的原因，你可能你要走弯路，但最后你方向对的话，你可以少走一些弯路。是。然后我上周的话，还和这个陈大夫，就是我们义诊的时候，跟我组织这个文化周的这个大夫，然后他是跟我商量，他想成立一个这种非牟利机构，然后我们以后要对这种一些就是有困难的患者进行一些定期的义诊，以后就是把这些方法推广，能够让这个患者受到更大的益处。昨天这个老王直播讲了这个加拿大的基本医疗制度的推广过程，他讲了这个医疗福利是怎么来的嘛。但是他因为毕竟是外行，所以他对这个基础的免费医疗还不太懂。所以呢，这个东西肯定是很好的，但是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就是基础的免费医疗保险在加拿大，就是我们去公立医院 MSP 这个基础的保险呢是必要性医疗嘛，所以对很多非必要性医疗它其实是不包含的，或者说无能为力的。比如最常见的就是陈大夫，他是因为他的家人得过这个脑出血中风后遗症很严重，当时他是倾尽家产把房子和车都卖了，然后那这个外包了一个很专业的康复团队，给他先上去治疗，然后他也很尽心的去学护理，然后后来又学中医，然后帮他先生最后康复的很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接触到很多这种中风的患者。就是公立的医疗，不管是中国还是加拿大，还是其他国家，它其实更多的是注重在这个急性发作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命保住。对，你出血先给你止住出血，然后有这个梗塞先溶栓，然后先不要说直接就因为脑卒中就人命就没了，然后但是人命保住之后呢，它后遗的很多的遗症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的，他很多人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这样对一个家庭的拖累是非常的大。但是社会上呢，公立医疗它是不包这个康复的部分，或者只包一小部分。你有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能力，比如能走啦，能够吃饭啦，他可能就不会让你在医院继续治疗了。有这种社会上的第三方的私立的机构，也有一些公益的机构，他们会收，就是你专门这种失能的患者可以去那里做康复，但是呢，康复都是非常基础的，它没有专业的医疗的支持，就是更多的可能它只是为了挣一个床位的补贴，就是你在这里待一天，他挣一天啊，然后所以呢，这些患者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康复。但陈大夫呢就觉得他有这个经历，他知道如果及时的康复的话，这些人是可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甚至回归到原来的工作当中的。那他就是希望说，我们能不能成立一个机构，然后公益性质提供这些，然后提供一个服务，让这些人得到更好的康复，从更前端去防止这种紧急情况出现。所以我想就是以后除了这种每年的这个中医文化周之外，我们其实要定期的展开这种公益性的活动义诊，让更多的人受益，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医，让更多人能够因为认识到中医而受益，让健康受益，让家庭受益。我觉得这种方式肯定是对这种患者或者潜在的患者非常好，但是这个时间成本对您来说不太公平，就是你去花时间去做这种，这个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就是我觉得对，因为占生意的时间嘛，精力嘛，这都会就是
一个人能挣的钱是段大夫已经不追求这个，你追求这个是无限的。对，所以你比如说，你要说追求赚钱的，如果我从经济考虑，那我1个小时我多弄几个房间呀，我当然真的话，我可以挣更多，对吧？对吧？然后我去开个培训班，我收高价的，我也可以挣更多。对，市面上其他诊所大多都是这种雇佣多个持照的技师，然后去分牌，然后团体去拿来客人做那种低价免费路线，就是反正好多这种。这并没有错，本身有很多的病是可以走这些商业路线的，就是你比如我做成一个团队，然后我走量，收费相对低，它只要你是不要过度宣传，你说我确实因为我的治疗模式适合什么什么病症，比如说一伤缓解啊、日常调理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很多诊所它一方面又是夸大宣传，说我什么病都能治，另一方面它并没有足够的诊疗，足够的给患者尊重，足够的治疗的时间和强度。那其实你可能你确实赚到钱，而且你赚到很多的钱，超过你应该得的钱，但这个代价是整个行业的声誉在做代价。那接受过你这种低价低质服务的人，他会对中医就是一个低价低质的印象，然后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病人来到中医诊所的时候就问说，哎，哪收费就更低，你怎么说呢？对吧？恶性比较。对啊，这个叫烂价嘛，加拿大就叫烂价。我不太清楚 BC 省这边的相应协会怎么运作针对这个问题的。没有。我之前在东部城市的话，有一些小城市，它有一些行业自律的，就是你如果加入这个协会，你是不能做这种烂价的。就是不能说大家统一，保险我们都收100，然后你非要收90，你就是为了市场竞争，那你这样做是损害这个协会其他成员利益，损害了这个行业利益。终端客户的享受的服务越来越不保证，这个水平不保证，最终损害还是客户的利益。是的，是的，最终是破坏整个行业的。那就从您这个理念跟高度角度，如果说您时间足够，您自己成立，对这个行业肯定是最好的。但我觉得首选可以选一些大的平台去做它的服务的一个分支，可能更好一点。倒是有一些可以选。我的想法是说，还是说通过培训，我们希望能够让这类患者的家属，还有他的护工啊，还有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专业的治疗的医师，然后能够得到我们知道他除了常规的一些护理之外，还可以得到一些中医的治疗，可以让他的康复效果更好。更多还是理念上的吧。明白。像您刚才提到这些 MSP 包含不包含的，我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做分析，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床位费，包括长期照看病人的这个病房费，然后还比如说跟 stroke 相关的这些诊疗费，尤其急诊相关的，的确好多都不在公立医院这个 MSP 上。对的。但是即便用保险去 cover 的话，其实你前边拿到这个未来保障的这个成本也很高，无论是你 CI 就 critical illness， 你需要起码在你发病之前吧，你去买这个保险，每个月需要几百块钱，在准备着去 cover 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一个风险 ，cover 你的收入。所以我想说的是，可能除去这些未来能用钱和直接对应的成本解决的方案之外，可能中医提前去我们叫治胃病嘛，就是你要提前有这种健康投入，不是说金钱，是你要花时间、花精力，你要思考这个问题，要去实践才行。对，如果你面对它了，即便你最开始不选保险，不选任何付出成本的这种方法，你知道这个怎么样能让它不继续恶化，把你的症状能维持在现状，就很好，对不对？我觉得就不光是说我要花钱去买保险，而是说我要花我的时间，我要花我的时间，花我的精力。我比如我每天要锻炼呀，然后我要注意我的饮食健康啊，然后我要注重我的睡眠的质量啊，这些其实都是更重要的。对，都是。然后你看现在的疾病谱，可以说基本上100%所有人，你如果活到一定岁数的话，你一定会出现脑出血，只是或早或晚，或轻或重的问题。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做出准备，提前付出这个成本，让它尽量晚一点，尽量轻一点呢？而且一旦出现这个已经可以知道是明确会达到的结果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康复？你不是说到时候我抓了一把钞票，我不知道去找谁，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所以说回来，我认为还是从医诊这个角度，
有一个机会，咱们通过这种公开的活动方式，让这些患者能认识到咱们，同时咱们能让这些患者认识到这些理念的重要，但是排除不了一点，就是信任，无论是患者对于中医理念的信任，还是对于医师本身专业能力和这个职业操守的信任，如果有这个信任开始第一步，可能就比较简单，无论是进入长期的诊疗，还是从简单的生活习惯开始纠正啊、改变呢，开始让他自己变得更健康。我觉得这个的确很重要。但是信任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有很多人就很多误区。有的病人我感觉到啊，这次打电话我也遇到这种病人，提到一个什么问题？他说啊，我之前提到2个场所，就对比来讲，第一个是瑞士邦的医院，瑞士邦医院提供那种好像据说还能提供免费上门的这种诊疗，但是时间很短，可能是偏西医的，不是那种专门的中医的治疗。然后呢，他就比较依靠这种，知道吗？他每次去申请拿到一个比较就是免费的排队的一个名额，但是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到他，或者根据病症的情况。第二种呢，我遇到一个客人说到啊，说我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感觉实力挺强的，就是感觉比较高大上的场所，然后呢一大堆技师，觉得在那儿价格还不贵，就挺好。所以其实说回来，我觉得还有一种理念需要大家去关注。既然你是认可中医的理念，为什么不从这个中医本身它能够多长时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带给你身体健康影响开始？而不是去关注表面的东西，或者说成本的东西。比如说段医生，我从我自己亲身经历，我的骨头有什么问题，坐姿问题怎么调整，这也差不多3、4年了吧，从我新移民到这儿来开始，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改善从根儿上，我知道我是肌肉和运动的纠正问题导致了一些扭伤，内部的长期调整。那如果你能从这个本身理念上去接受中医能长期的帮你去纠正，那你必须得找到一个能准确找到你病症的，对中医特别熟悉的，无论是从长期的药的调整，还是从你的细小的习惯去调整的这样一个医师去产生信任，去帮你去治疗。而很多人不会去寻找这种信任的医师，只看表面的东西。我真是遇到好多这种，他要不然就看离家近，可能就是按个摩就回家了，很便宜；第二就找高大上的场所。所以这也是我之前想跟你请教的问题，究竟在你眼中，这些客人究竟能分成哪些种？就是哪些究竟是咱们可以给他真正能帮得到的？除去他接受理念之外，他应该怎么识别这个行业里边真正的专家？然后呢，从哪些习惯上改变能适合中医的这个调养？包括张医生给做的这些跟妇科相关的调养，我觉得理念很重要，的确是，就是我前一阵儿有一个患者，有一个听众吧，就是观众，他在油管频道视频下面留言，就说：“哎，我从中医上受益很多呀，我觉得中医很好。”但是我身边也好，我在网上看，好多人都是说：“哎，中医是骗子。”为什么会有人有这种想法？他就完全理解不了。他让我说能不能在视频里面讲一讲。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很多是这个社会文化造成的。就是我觉得跟这个文革还有五四运动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它改变了现在大陆的很多中国人，他受教育之后他的思维方式和思考方式造成的，变成了非黑即白的这种二元化的一个思维模式。被洗过脑，可以这么说，就是简单化，他思维太简单化，他就破坏过，就是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也对很多事情没有一些基础知识，所以他就会非常容易被骗。或者我们可以说他在生活方方面面当中，不管是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在学校当中，他是一直被骗大的。所以他有非常大的一个怕被骗的恐惧心理，有抗拒心理，所以他就对未知的一切事物都认为这是一个骗子。但是你说这个骗怎么叫骗呢？就是我们可以说这个谁没被骗过？谁都吃过亏，交过学费，对不对？一样的。或者说你的父母骗过你吗？你被骗了，你是受益了，善意来还是受害了？他骗你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骗你？他为什么能够骗成功你？
都是问题，对吧？如果说按鲁迅说的什么或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那可以说任何人任何行业都是在做或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谁敢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说过一句谎话呢？那你说过的话，你是有意的骗子还是无意的骗子呢？对吧？那我们只是说，作为医疗行业，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疾病能够好。是。那我如果是为了你的病能好，那我对你进行欺骗，你是因为我是骗子骗了你，而拒绝这个健康恢复呢？还是希望我告诉你实话？你被这个结果打击到精神崩溃？明白。哪个好呢？从医学伦理上来说，那我们是不能做这种真实的告知的，我们要考虑患者的承受能力。那你这个医学伦理和社会伦理就出现冲突。那所以你说我是骗子，那我只能认这个骗子，因为我的医学伦理、我的教育、我的行业要求我必须做这个骗子。那如果认为这也算骗的话，那就只能是认了。但是说回来，这个所谓的骗，中医西医里都有吧？对呀，一样道理嘛。比如说，这是医学伦理的我是不是需要对一个绝症的病人宣布他有癌症，告诉他还是告诉家人，一个道理，这不是骗不骗的问题，就是可能你技术角度你需要让他一个正常的身体状态接受你的治疗的问题，对吧？你要在他心理身体能够承受的时候才告诉他们，而不是说我就是要击溃你的精神，对吧？有些这种电影里面演的这种心理医生，他就故意把这个病人整疯了，对吧？对呀，或者说我们说极端一点，以前的这个冰锥手术，那我认为你精神有问题，那我就把你脑白质破坏掉，我是为了你好啊，对吧？就相当于把你的记忆破坏了，对，这个就是医学伦理问题，就让你没有那个连锁反应。所以大家普遍黑中医黑的到底是什么？黑的是效果，还是黑的是？我觉得黑的是未知吧，就是因为他不了解，不知道的东西，他不了解医学的常识，不了解医学伦理，甚至拒绝思考生老病死这个正常的自然现象，所以他拒绝接受疾病，拒绝接受衰老，拒绝接受死亡，所以他就把会给他带来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的人都认为是骗子，不就摆烂了吗？我觉得西医也会的。对呀，所以很多人也认为西医是骗子，很多人认为疫苗就是假的，就是骗人的，对吧？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可能对个人来说，我的病人里面也有就是打完疫苗以后出现很严重的后遗症的，打完疫苗他可以因为个人说，我觉得我是疫苗受害者，这个疫苗是不好的。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它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你怎么说好坏呢？对，所以很多都是概率和认知者偏差带来的问题。对，我这还有病人，本地的西安小伙子，大学生，然后打了一个常规的感冒疫苗，急性肾炎，肾摘除了，然后后来一个是慢性肾炎，看了20多年没好，他说我所有的疫苗都不敢打。从他个人来说，那他就是疫苗肯定是对他不合适的，他受害了。但是你说每年的这个流感疫苗拯救了多少生命，多少老人孩子因为打这个疫苗，避免这个上升的危险。所以我说相信很重要嘛。可能你最开始真疑似你身体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哈，但是你就坚信可能每年我需要这样打这个疫苗去改善身体或者适应这个病毒。这个就是需要你有基本的知识。就是健康相关的基础的认知知识，再去而不是说网上说疫苗都是阴谋啊、阴谋论的这些东西，一看你就信了，那不能不信，不能是对骗。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的，但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或者医师去指导。是的，如果能找到这种医生或医师，的确是像您说的，我觉得是他的幸运跟缘分或者幸福，大多数人是找不到的。而且这个市面上不是好多人都是。像咱们能够秉承这种比较正确的理念去教育这些患者，让他们得到这些好的方法了。甚至说就是应该张大夫也接触过，就比如有的疗法，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即时效果，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长期效果，然后我要突出它的好处，对，然后我要掩盖它的，那你说是不是骗呢？
那你对有一些患者来说，他对他的效益就是很大，他就急需这个即时效果，然后他也能够付得起这个即时效果的成本，那对他来说就是受益的，但他并没被骗的，其实是被骗的，但他这个结果对他是不是好的？也是好的，有的人他其实看病，并不是希望病能看好，他是能够通过看病这个行为这个过程，能够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重新有一个新的认知。但是大多数患者可能分不清楚这几种自己的需求，究竟想治病，还是说想去学东西，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这个过程？对，好多他是分不清楚。现在大多数人都是被这个社交媒体啊、传媒被影响，被这种各种网上的言论啊裹挟了自己的思考。是，而且大家叫一个人说一个方向，你就很难判断哪个是适合你或者对的。是的，我都经历过好多，在国内也是，这边也是，你就是你这个国内大多数我认为还是属于保健按摩多，可能对我来说是放松的那种。我经常会看到在这种所谓的诊所里边，他也会宣传一些更多的，就是不光是什么道教、儒教，就是他会刻意把这些文化的理念放到你这些治摩按摩治疗的前边，反而让你会更多的关注他的活动，去参加的，甚至包括什么瑜伽，包括什么讲道，包括这些。我不是说可能跟这些大家秉承的这信仰相关不好，只不过是他把这个事儿可能弄得太杂了，让大家认为可能你通过一个按摩，你需要了解更多的文化，反而你花钱去买这个文化，而不是你的治疗或按摩。这就是我说的这个，你通过五四运动，通过文革，你把过去的传统文脉断掉了。所以普通人他没有宗教知识。你比如你对道教、对佛教，你有系统的学习，你看到有一些养生馆，他打这个旗号，他说我是什么道医，我是佛医，人一看你就胡说八道嘛。对，你不讲道理，道医是不讲道理嘛，对吧？然后你佛医，那你讲一讲佛经，你是哪一个经？你的理念是什么？你的道是什么？对呀，那你没有的话，你只是在讲一个宏大叙事，和你实际做的并不是一回事儿。本身如果保健按摩你做好的话，是有社会需求的，意义很大的。但是你本身这个能做好，你是想要获得超过你正常的这种收益的这种经济价值，那你去给它加了很多文化的价值，本身这个也没错，但是你加的又是一个错误的文化的东西，你并不是真的用从道教的理念，从佛教的理念，我们怎么梳理经络、梳理身体，真正让它能够精神境界提高，你又是在给人，从传统宗教来说，你这个是断人慧命，你是要下地狱的，不是误传嘛，或者一些理念，你反而举着信仰的大旗去招揽客户，这就是因为大家很多人普通人他没有认识到正确的道教、正确的佛教，他的知识是什么，他没有这些善知识，那他一定是被骗的，他不可能不被骗，因为你接触不到正确的。我觉得男性好一点，好多女性的这个患者，他经常会被一些附着的产品所吸引，比如说怎么让你这个内分泌更调和，在适当的年龄。比如说怎么让你更容光焕发或者他会跟着一些产品比较，这就完全失去了所谓中医让他去有些。你说内分泌是西医的概念吗？那等于就是他很多人其实是打着现代医学的概念，他跟你说是高科技啊，说是这个基因，跟你说一些你听不懂的名词，你去问他你用的什么基因技术，他说不出来。我觉得就是识别骗子最重要就是你多问问他嘛，你问他3句话。他就说不出来了，就是新闻学的这个2个 H 5个 W 嘛，就你问他这是谁的技术，从哪儿出来的技术，什么技术，技术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能保证这个结果？他就一问3不知的，那你能信吗？比如说温哥华这边有这种打的东南亚那种叫什么裹肚啊，就是产后以后拿布袋给你缠来缠去，缠得很紧，告诉你说这样你这个腹部啊、骨盆你就恢复的就快啊。那这个我们不管从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角度，你这明显是破坏他的骨盆和脊柱正常恢复的过程嘛。那你这结果就
不一定是不好的，甚至可能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跟裹脚有什么区别？比裹脚还不如。对。然后呢，最后就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因为很多病人他弄完以后，他花了很大的价钱，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来我这治。然后治多了以后呢，这个机构的老板娘自己生完孩子来我这治了。哎，我说你不是做这个生意的吗？你不是专业的产后康复吗？他说，哎，我没看到效果，所以我来找你治。就是你自己做这事情都不相信，那你凭什么拿这个来赚钱呢？有这种就比如说知行不能合一啊。后边投资的老板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然后他拉了一个有着一定信仰基础的，看起来比如说带着一些道教宗术的这些人，然后呢以这个为核心成立一个诊所，然后就推行你这个道家文化或者什么这种，然后呢给你做这些治疗，就有很多。哎，这我都碰到过。是吧？我在朝阳区也碰到过，这个某某房地产协会老板说他请了一个这个道教的一个大师，然后就大家喝茶呗，喝茶你就真的就我问3句话，他2句都答不上来，然后那老板脸都绿了。你帮他打假了。咱们也不是专门为了打假，就真的是抱着说交流的这个目的。探讨一些问题，但发现他很多基础知识他都没弄清楚。如果有新的知识，可以互相学习。对啊，然后也碰到这个就是一些佛教相关的这些所谓的大师吧，那你也是问他。那比如前一阵有这个人就说，哎，我们这个师傅就一定是很厉害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大学教授。我说大学教授很多呀，他在佛学上面有哪些见解呢？说他懂梵文。我说懂梵文的很多呀，这不是翻译啊。而且佛经最开始也不是梵文书写的呀，而且很多大乘佛教，它就是我们中华文化融合了道教以后，它创造出来的东西啊，它发展出来，它是随着历史进程，这些理论、这些经文、这些理念、这些派别是逐渐形成的呀。你还去翻过去找梵文的，它有的梵文是从中文的经翻过去的，那你这不是缘木求鱼吗？这个就是没有道理。你说这个人佛学见解很高，然后他的佛学知识很好，没问题啊。他的见解，你说他的见解，但是你说他是大学教授，说他是懂梵文，这个和他梵学见解没有什么关系的。不是说因为我的身份，因为我的能力，我就怎么样，而是说你确实你要能说出东西来才行。大家识别中医也是这样啊，不是说他这怎么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你这个病怎么头头是道，你要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啊。我本身认为可能无论是从那个有没有这种宗教文化后边基础的这种治疗，还是说从中医的理念角度来讲，可能中医的药是属于偏标准化的，就是什么样病症的人就可以用什么样的药。我甚至认为可能对于每个人不同情况的中医的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误区。药也不是标准化，药也不是标准化的，因为我可能我其实是觉得中医它是非常标准化的东西，但是它因为过于标准化，所以就会出现，因为我们人不是标准化的，所以它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它是有标准的，并不是说没有标准。那其实我理解，像西医，比如说你哪个指标到了什么程度，然后你就采取什么样的治疗。那其实中医的大概方法论也是这种。不是的，就现代医学也不是你说的这样，它也是要有很多的经验医学的东西，很多这种它现在叫循证医学。然后出现说，哎，我这个病这种情况用这个药什么剂量治好了，我们可以循证，然后我们用这种方法，是不是这个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对，而不是说光去看一个指标，然后怎么样去治疗。因为人体就不是标准化的产物，我们不是机器，不是 AI，明白。所以你不是说一个单一指标能够反映一个明确的问题，然后你有这种专门的药可以调整单一的指标，它不是一个线性结果。就是你可能我们就说最简单的痛风吧，大家都听过这个病，好多就是尿酸值高到一定程度，我们叫高尿酸血症。然后高尿酸血症不一定引起痛风，痛风就是高尿酸血症引起的关节发青，然后疼痛发热，所以叫做痛风。然后西医也有专门的名词，但是
高尿酸血症并不一定会有痛风的症状。然后，这个血液当中的尿酸没有超过那个限度，就是我们说低尿酸也有可能发作这个痛风。所以现在的免疫学说就认为它是一个免疫性的疾病。就有的人他很规律饮食，他知道自己有这个痛风，有高尿酸血症，他很注重饮食，那些会引起这种嘌呤高的植物啊，这个会引起尿酸升高的食物他都不吃，然后还是会发作痛风。那我们就考虑这个不是一个单一指标，不是一个单一症状，它不是一个线性对应的，它是一个多种原因，你的免疫能力，你的免疫反应，你的肾功能，你的关节的积聚的这种结晶的物质，你的关节的使用的状况，都是会影响它的病情的表现的。就有这种情况。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治疗，我们就是不能跟着西医走，说哎这个人痛风，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用中药，怎么用针灸把它尿酸降下来。那你就陷入到这个误区了嘛。那可能确实有这种直接相关高尿酸血症引起的痛风，你治完以后，它尿酸也降下来了，然后痛风缓解了。但实际对你造成了其他的损害。但实际上我们就考虑就是，比如说我们治疗就痛风的病人，今天也有一个病人就是他说哎我2个脚大拇指痛风，然后疼得很厉害，然后腰也疼，我就没有碰他的大脚趾，然后我就治了他的腰，他脚趾也不疼了。那他有背后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你的诊断、你的思维、你的治疗方法，就不能被这个病人、被这个西医理论，被别人的说法去引领。我们只是要看好这个人，而不是要看好痛风。对，是的，是的，对，要全面的去看。对。所以那天直播我看也有人在聊天室里面就问说，光看到你们治了，你没有诊疗过程啊？其实我们治疗为什么时间长呢？就是前面一边治疗就是在一边诊断，通过问诊，通过触诊，通过检查，治疗的过程就是在诊疗，然后通过诊疗的过程，我们再确定他治疗的方向，然后再通过患者的反馈，这样呢就是提高效率，而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了说自我保护，我要避免风险，我要把病历写漂亮，所以我先从头到脚查一遍，我给你评估的很清楚，说的你从头到脚哪来有问题，头发什么颜色的眼睛什么颜色的，眉毛稀疏，然后什么形状，胡子什么颜色什么形状，我可以记得很清楚。协和就是以这个为特点呀。他说我们病历写的好啊，我这个头发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发型什么样我都写的很清楚啊。国内讲数据样本是不是？那我们就是常说的话，就是你要搞科研的话，那我们就要信数据，你肯定是记得越详细越好。但我们是为了把这个病人治好啊。那我们是要解决问题啊，在有限的时间把这个病情解决，把这个病情弄清楚。而不是说我们记得清清楚楚，最后病没看好。反正我的做法是这样。对。我觉得如果真的从健康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正人面对它，的确是从中医角度去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解决方案。它长期带来的效果应该大过于你出现问题的时候，很直接的去针对这个问题去治疗。我觉得可能是不一样的效果。哎呀，我这就是被这个铁拳锤的嘛。就是我说出来你们别笑啊。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立志要拿诺贝尔医学奖的。我们不会笑的。现在还有机会哦。对呀。结果后来你发现你写的论文发表出去连你的名字都没有。那你就知道这条路你在这边是走不通的嘛，那你干脆就走临床了。所以我研究生我都没考，我本科我就去医院了。然后你做临床，你又发现这个体制你没办法，你说我只想把病看好就做不到的。有层层的给你加压。从这个管理上，从这个科室，从这个医保，给你做条条框框的限制。然后从病人这边就是病人他说哎我没钱，对吧？或者说病人我有钱，你给我看好了，这摞钱就是你的。这些行为都是影响医疗的。
那后来我就说我在公立医院其实是没办法好好有尊严的把人有尊严的看好，那我就只能出来。出来之后呢，我以为私立医院啊、外资医院你这会好一点，一样的其实是，就是你整个社会的氛围，你因为文革，因为5·4，脑子都是有问题的，思想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才会生病。我到了玉渊堂治的第1个月就有一个病人，很有钱，就是你看穿的衣服啊，也不是那种没文化的人，然后就是一个女士吧，然后当时我定的是500，因为我不知道当时市场行情。你这边多少？那边国内的啊，我第一个私立的诊所去出诊，当时是因为是朋友介绍的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说那大夫都收多少钱啊？他说一般专家收500吧。他说那我也收500吧，高费啊。然后那个病人看完以后就说哎呀，段大夫你看的太好了，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治疗。我说还行吧，你就这个自身提高这个健康的认知，定期维护保养，你的这个健康水平才能提高，而不是说要看这一次的治疗。然后他就高高兴兴就去前台结账去了。结账就是大概1分钟不到就回诊室了。我说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怎么这么便宜？是要问这个吗？没有，他说你是不是收费单写错了？那我说怎么了？他说收了500。我说好像都是收500啊。他说能不能便宜点啊？我说那你想要便宜多少呢？他说我觉得说不出口。我说那你要说不出口，你这样我给你一张空白的单子，你写着数去前台去结吧。然后他就拿着这个单子就去前台结了，然后前台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段大夫你这个是不是单子写错了？我说怎么了？他要结多少？他说他写了一个50。我说你给他结了吧，然后下次不要让他挂我的号了。然后第2个月我说500不行，你不要收500了，我就1000。愿意治的过来，不愿意治的你让他去别的医生那治。所以你觉得有的时候是用诊费可以筛掉一些认知，能筛掉很多人。对，有的人他其实你如果收费太低的话，他是不会重视这个治疗。是。他会觉得比较敷衍。比如我觉得我收的不便宜，但是有的病人他全程是在打电话，全程是在玩游戏，全程是在看抖音。他可能确实不在乎这个钱，但是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他不在乎他的身体。还有的人就是太计较了。比如我其实对这个上海人一般印象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个自称上海人的来我这儿治疗，我就是很奇怪，我说大哥你说的这个普通话口音有点重啊，就是很明显的北方口音。他说对啊，我是哪人，后来我就去上海做生意了。然后我说理解。然后我说那咱们就治疗吧。然后他一开始就特别诚恳，他说我这个问题啊治了好多啊，我在上海啊，全国在加拿大各地我找了很多名医都治不好。然后你能不能看好了？我说我试试看吧。然后就给他治了，因为确实是问题很严重。然后我正好呢，他后面没有病人，我说那你今天后面有没有事？没有事的话，我给你多治一治，我要把这个病弄清楚。所以第一次呢，就给他治了可能1个多小时，多一点点，就比我正常45分钟要多，但是我也没有多收钱，然后我还是按次收的嘛。收完以后呢，他就非常满意，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然后很快他说：“哎，我要在你这儿长期治一段时间。”治好。然后他第2次就来了。第2次呢，他约了一个时间，中午的时间。然后我说那没问题啊，没问题。然后约好了。结果快到的时候呢，他就突然给我发信息，他说：“哎呀，段大夫不好意思，我这个中午有应酬，所以我得要迟到10分钟，可以吗？”我说可以，没问题，但是可能治疗时间要稍微短一点，因为后面还有病人。确实是后面就排了病人，那就没办法那么长时间，对，压缩一点呗。然后呢，他就过来了，结果迟到了45分钟，像15分钟治疗吧。然后一身酒气的来了，我说你喝了酒了，我们一般喝酒就不再治疗了，没法治。然后他就开始各种求情，他说：“哎，我这个
太痛苦了，我这没办法，推不开应酬，你这次原谅一下吧。我说那我简单给你治一治吧，因为后面还有病人。然后因为时间太短了嘛，那我说15分钟肯定是不够的。然后正好后面那个病人来了，是老病人，我就跟后面的病人商量，我说这个病人迟到了，我给他多治一会儿，可不可以？然后那病人也说，哎，没问题，就是都可以的。然后我就给他大概治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就看差不多，我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那他说感觉不错的，治疗的效果达到了，然后就走了。走了我就开始给下一个病人治，结果可能治了。应该没治完，他就给我发了很长一段信息。他说：“我觉得你治疗的非常不公平。”我说：“然后为什么呢？”他说：“你第一次给我治了多少分钟，精确到秒。然后这一次你只给我治了多长时间，精确到秒。”然后我就给他回来，我不是按时间收的，我就按杀人的精明吗？然后呢？这个后来他就没有再跟我约治疗。说实话，如果他跟我约的话，我也不会跟他约。是这样的，就是你太计较这个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给你全心全意治疗，因为我要治疗的时候，我还要给你掐着表嘛。我不是应该把全副的精神和精力放到你的身上，放到这个治疗上吗？我一定要卡这个时间吗？你的时间是时间，我的时间也是时间。下面的病人的时间也是时间，大家都交一样的钱，为什么你的时间就比别人的时间珍贵呢？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如果真能选到自己适合的这种专家的话，一定要其实要珍惜这种缘分跟关系。我觉得就还是要先有这种思考的过程。你真的是要有这种病痛，其实疾病并不一定对人生是坏事。我们有了身体的问题，有了健康的问题，你才会反思我的生活，是的，到底哪里有了问题，我应该怎么去改才能更好。而不是说我知道我有病了，我要想办法我怎么花钱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完全我手疼，我把手砍掉吗？把手砍掉，手就永远不会疼了。就是这样，就是关键你要通过疾病，你要认知自己的生活方式，认知自己真正的问题，认知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才能找到你需要的这个东西，而不是很盲目的去找。那你像你说的你那个病人，他很有钱，他到处去找，他为什么找不到合适？因为他没有认真思考我需要的是什么治疗，我需要改善的是什么，我能接受的是什么治疗，我能接受什么样的结果，也就感受不到这个对应的效果。这个我也有特别典型的例子啊，我之前在渔人码头很久之前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吧，应该是一男一女，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找我先治过以后呢，她觉得效果很好，很满意，然后就把她男朋友叫过来，叫过来之后呢，就是要治，然后我就问说，我说您有什么不舒服啊？很冲的，我没不舒服。你过来干嘛？然后我就问他女朋友，我说他是怎么了？他说他腰老不好。然后我说那你腰怎么不好？我腰没不好啊。我说那我给你放松一下，看一看感觉吧。然后就给他常规的治疗，他确实是腰有问题。然后呢，治完以后呢，我觉得我还是很尽力的去治的。治完以后他起来，我说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感觉，我觉得跟刚才一样。我说那你既然这种感觉，那我不能跟您收费啊，你就是回去再观察一下看看，有需要的话再来找我吧。然后他女朋友在那不断的道歉啊，我说没有必要的，这个就是每个人需求不一样，这个等于就是说他可能确实有问题，但是他的这个预期和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他因为面子呀，或者因为什么，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矛盾。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很不理性的行为。就你可以有情绪，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但是你带着情绪去表达，并不能解决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认知自己的、分析自己、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不然就是不管是医疗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其实都很难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你碰到过这种病人吗？我这样的病人没有碰到过，就是来了之后都还蛮尊重的。但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很这个锱铢必较的那种患者，就是虽然没有人就是给我发大长段啊，但是你能明显的去感受到他的不快。
就是我也是那种，就是人来了，我肯定要留针留到脉平为期，对吧？然后我给他起针，那这个时间每个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呀，我没有办法，我后面约了患者的这种，那我肯定就是按照我1个小时该怎么收费，1个小时给你起到针，对，占了别人时间。然后一般没有患者的，那我肯定就是等他脉平嘛。然后但是下一次呢，可能因为他迟到了。然后我可能告诉他，那这次可能只能治30分钟，因为后面还有患者。然后他可能就觉得，这样是不是会有点亏？对。然后另外就是回到刚才你那个患者，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就是有这种大爱的精神，想多付出一些，就是真的是就是设身处地的去为病人着想，但是他是这样的，就是1次2次你会寒心吗？也不会，其实不会寒心。我觉得你用这个成本。你认清一个人，你就隔离开就好了。你比这个说付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情感之后闹得不愉快要好吧？但是我觉得国内主要想感化他。没有，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病人，他身边的人，他会跟他说我各种不好，然后就让我避开了很多的雷。我觉得是感谢他的。明白了。这也是个角度。对，但是国内很多，比如说青年医生，他们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这种，比如说，本来可能在6不治的范围里，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因为人家苦口婆心的说一些什么东西，就觉得你治疗完了，我不会让你负任何责任或者怎么样，这个病可能就治了，但是治完之后，变成医闹了。这种是特别多的，就是千万不要叫什么过度干预吧，我觉得，就是我也碰到过这种的，就是真的很让人寒心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让很多就是真的想做个好人的人都怕，就像马路上扶老太太似的。对，你扶着一个和尚，你了第2个你扶不扶？现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就很多叫防御性治疗嘛。我一看这个应该是段子，但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就有一个大夫，然后呢应该是妇科的吧，然后来病人一开始说，大夫我得这个病怎么样？他说你这没事儿，你吃这个药吃多长时间就能好。然后呢？又来一病人，我大夫，我得这病怎么办？你递了一个录音笔，你拿这个什么意思？没什么，我就是看病。好，你等等啊，然后翻出本书，妇科学，照着念。但是我没听懂，没听懂，没人教科书就这么写的，没毛病。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看骨折比较多嘛，当时我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个老年女性吧，手腕骨折，然后我当时的技术啊，我觉得治疗是特别满意的，就是那个来的时候就是疼得很厉害嘛，然后就有点肿，然后那个家属呢就是一副这个很孝子的样子，就是搀着来，然后这个别人都挡开这种。然后说大夫您一定要好好看，首长来了，首长来了，有画面感。对，大夫您一定要好好看，我母亲这个带大我不容易啊。然后我说你不用这样，就是我们都会正常看的。然后拍完片子，然后我说要复位，然后就说大夫我妈怕疼，你轻点行不行？我说行，尽量。然后这个骨折复位肯定会疼嘛，然后就是尽量减少什么。他母亲叫了一声，直接就上来推我。说你别碰我妈，我说我不碰怎么去？对啊，然后好说歹说，最后他妈说你这复位肯定要碰啊，然后复位完了，打上石膏，我们要复查一个片子，看看复位怎么样嘛，然后复位完他就不疼了，然后他母亲还挺高兴的，说哎呀完全不疼了，我说您先别动，这个打好石膏没长好呢，然后就赶紧去复查一个片子，我们看看复位的怎么样，打上石膏去照片子，照完片子回来就急了，直接拍桌子。为什么这还有个缝儿？我觉得我看那份儿，我说您去投诉去吧。这个我觉得是我复位的非常好的，对位对线非常好，就有一条缝。然后这个就是你怎么说呢？眼睛过于明显。哎呀，太多了这种，就是哎呀，好多时候真的是社会因素影响这个医疗。我们还见过那种骨折的病人，就是你正常1个多月能看好，他到3个月的时候还没好，然后来复查，复查，然后说，但是我这个还没好，你再给我再开1个月假吧。然后我觉得不对啊，然后
我那个其他大夫过来了，他说：“哎，你怎么打上石膏了？你刚才在楼道等的时候还没打呢。”后来我们调监控，一路走来就是背着石膏，他觉得带着石膏走不方便嘛。面前有一个装备啊，临到诊室带上石膏的，就是你为了可能他出于炮兵号，出于各种原因吧，然后就装病，那你这种我们肯定没办法支持，然后他就因为这个投诉，那你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在这边，我认为，尤其是特定行业，持照它是尊重这个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的见解去对待他的客户和病人。我起码我在金融行业和这个就是医生这个行业，我认为是有发言权，我有这个亲身经历。就真的是，如果他认为，就首先平等角度，我是服务你，你是我的客户，我用我的专业技术去给你提供支持，然后让你得到这个服务。如果我真不认可你，那我就不会给你服务。对，我认为这个是在这边的地区文化是非常是的，就是我能他有这个传统，对我有这个权利，我是不是要对你负责任？如果你真的不是我的病人的话，我可以不看你。对，因为我有足够的这个经验，甚至我知道，就是有些行业，比如你做了一些不合理的、过分的事情，先不看啊，要不要跟他先说一下？好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在一位专业人士这里出了一些矛盾呀，或者一些不合理的，甚至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话的话，他可能这个专业人士会在相应的协会报告这件事，之后可能所有的这个地区人都不会给他进行相应的服务。所以这个真的不是说像国内那样，我看有的人在网上鼓励大家说，你到急诊就去闹，就去装疼装病，然后说自己说的很严重。其实这种的话，你如果一旦在急诊做了，急诊那个数据库是会把你标成这个一个黑名单，不是黑名单，它是一个特殊的标志。之后他就都会认为你是有一个造假的嫌疑，你的排名反而会对象你会低很多。明白了。反而是正常的，你就正常的去说，不光跟语言没关系的，其实专业人士都是受过这种专业训练。是，好多人看病说，哎，我怎么知道这个病专业词是什么？你千万不要去说这个词，你说这个词是误导医生的。你就直接说你的直观的感受、你的问题、你的困惑，然后专业人士会分析它是什么问题。我现在看那个 UPCCI 急诊，不管是列治文还是温哥华，都是非常多的，就是至少有中文、有日语、有英文、有法语、有韩国文字，然后有日本文字、有阿拉伯文字，甚至好像还有泰语。就是它文字语言知识非常多的，不用担心说因为语言的障碍不明白或者怎么样。这边社会我觉得还真的是尊重，就是专业人士在这专业行业里边的前辈。我接触的金融、法律、会计，包括医生这些行业，就是你要不然你就去找别的医生，你要既然信了这个医生，信了这个专业人士，你就是按他的决定。但我感觉这边协会还蛮保护患者的，中国协会对。它是分两个，一个是管理局是站在患者这方面，站在官方这方面，它是保护患者，然后呢，协会是应该保护这个你协会成员的，它是两个不同的机构。我认为可能需要从不同层面，但是有的协会它可能做得好一点，有的协会做得差一些。大多数可能像比如我也持照投资和保险嘛，协会的不一定会写出来。客户的这个反馈或客户的投诉是最重要的，但是它是一个很繁琐的流程。是的，就你什么样的行为进入到投诉的环节，协会认可。其实我倒觉得可能从一定程度上是这个社会，它对各行业有自己的标准的门槛，让你进来了，其实你就进入到门槛里边，能够给别人提供专业的服务。你已经符合这个底线了，对。所以你像前几天那个列治文议会，他去投诉说这个。叫什么 Jason 刘那个龙美地产那个刘总，他不是写了那个公众号文章，然后说他种族歧视嘛，然后他这个议会说要什么投诉到人权法庭，议会要投诉到，对，这个其实是就是你很多就是违规的东西嘛，你等于你议会你根本就没有看人家那个完整的文章，然后你等于你不信任这个人家是专业人士啊，人家从他的一个公民的角度，他正常说的数据也是公开的数据。然后并没有涉足
种族歧视的言论，然后这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是你像它是地产经济嘛，那你如果是规范地产经济，它是有这种，就我太太他们单位嘛，就是那个地产经济管理局，他们是确实有这种，你如果涉及到不当言论的话，是要被投诉。但是你投诉是你的权利，受不受罚是要看事实依据的。对的。然后那个他们是要看你是不是涉及了，你没有涉及，那肯定不会处罚的，肯定是接受。所以我看那个刘总在那个社交媒体上，在 X 上就写嘛，就说有谁就在网上就一直攻击我，说我种族歧视。我在下面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什么？然后我的观点是什么？然后呢，那个有的就是第三方的这个网友呢，就是在上面说你为什么不投诉他呢？他说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其实人家知道了，没有处罚，就是说明人家就没有犯错，人家就是根据事实做出处罚，你没有违反事实，这是很客观的事情，而不是说你觉得他种族歧视了，他就种族歧视了。这个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能像文革那样，我扣一个帽子，说你是地府反怀药，你就是地府反怀药，那得讲客观实际啊，你要走司法程序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那种越红线的，比如说所谓的行业的低价的，或者这种完全损害这个就是消费者利益的，那他肯定要管。对啊，底线肯定要抓住。对啊。但是这些模棱两可呢，我觉得不是说保护谁，因为行业它就有行业本身运行的规则，行业是靠这些专业的人才在这个行业里边给这些对象提供服务的。对，如果你连这些专业的人才都不去他们的基本权益去给他保护，那大家其实有什么意义在那协会下去？对啊，难道只受你监管吗？那就变成了中国社会，中国就变成了我有权利我去干什么，然后呢我结果变相。对啊，我们那时候学这个新的那个医师法，就是你只有责任，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对，那就行。然后最后写一条什么？你的权利是什么？你的权利是不断学习先进的医学知识与技术，为广大人民服务。我靠，这个，我觉得我的中文是学的有问题吗？还是你们改变了中文的定义呢？这是权利吗？但是读起来就不知道，这不是权利啊。对啊。对，我还想分享一个这次打电话，可能是咱唯一一个可能没说到的一个群体啊，就是所谓的我认为是这种薅羊毛的群体哈，就是薅羊毛，的确是有一些客户，他就是打电话跟踪很好，就是因为我是从第一个是你现场究竟对你的治疗哪个位置啊，是不是对症了，你感觉怎么样这个角度都认为很好。然后呢，问到是不是要继续参加这个下一步的治疗，然后呢，其实直接就变成了都不问钱，就是比较就是有点退缩的往后去说啊，我可能甚至有一个答案是我贴点膏药，最近好多了，就这种，这我倒不是说对这些客人或者说这些患者有特殊的看法，我只是突然回想到我一个之前在来到加拿大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在中侨互助会做过1年的义工，就是这个叫 emotional support 这个电话，因为中侨它是北美最大的这个互助平台嘛，是 non-profit，然后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几种情况吧，比如说有家暴的。然后呢，有一些被别人歧视的，甚至有一些可能有点精神问题的老人，他需要有人陪他去聊天儿，然后呢，提供一些倾诉的这种功能，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我就发现其实这两个群体很像啊，一旦就像其实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一旦这个服务变成了免费，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了。其实对于很多老人，尤其是这边他住政府提供的公寓的那种低保老人，没有人陪他，没有人跟他说话，这种陪伴跟情感支持很重要。是。第二种是像这种，比如说女士，她有一个白人的这个爱人，但是家暴，她没处去倾诉，她即便可能报警了几次也没有什么结果，她需要有人帮她随时保证安全。我就因为这个热线可以帮那个客人报警或者怎么样。然后另外有这种在单位受歧视，她拿不到工作的待遇，好多。就是我是说，可能因为是免费的嘛，只要免费了，他们就永远不间断变成了这个发泄，不注意时间。后来其实我有一个事儿就理解了，为什么他们培训的时候会说到要懂得怎么拒绝这个电话，一段时间给它停止，是因为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免费之后变成了他自己的资源，他一直打电话就不停。我记得我
第一次2个小时那个班只接了一个老人的电话，2个小时没听，我就电话都麻了，你知道吗？后来我理解了一些，就是在这边呢，可能你要了解当地愿意给你提供这些服务的这些机构，他们想让你享受这种服务，但是这种免费的服务对你来说，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种资源。是，我觉得你如果把它变成你自己的资源，对别人就是不公平。而恰巧是因为你认为它是免费的，你认为这个东西对别人没有价值，你就认为这东西是你的，这是不公平。跟咱们现场可能想要去薅羊毛参加这个义诊的客户的心理，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这种可能我心里边疑问就是，他可能是咱们未来潜在的客人，但是咱们也需要拒绝他吗？或者说这种客人咱们怎么去对待呢？你知道他本来我觉得你今天的拒绝，可能就是为了帮他后天的成长。他只有意识到这个服务、这个治疗的价值，对，而不是光免费的去薅羊毛。对，是的，就是因为你只有通过这个，他不光是认识到这个治疗的价值，他也认识到我是需要付出代价，我才能变好的。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北京有很多老人，他的观念呢，就是我这个病必须要付钱才能治好。我不付钱，我不付出代价，这个病是不会好的。当然，他有的人是从宗教的角度考虑，有的人是从他的这个人生的阅历、他的社会经验来考虑的。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多人有这个认识，也有道理，其实是。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说你要去成立这个组织，想要给别人提供这种一定限度之内是可以的啊。所以对，算是给大家提供这种福利嘛，对。所以你感觉未来的这种像你刚才说的那种义诊的活动，你要设立一些门槛吗？肯定要设的。对，也是为了他们好，更珍惜这种比较专业的场所和机构人给他提供。我看过一个国内青年中医，在这儿不提名字了，就是他的诊费是30元，就是开草药的，然后他的那个就是出诊那个信息栏的最下面写的是60岁以上的独居或者是丧偶的老人是免费的，然后军人、教师免费，对，然后就是没有儿女的老人，免费提供关照和福利，也是有门槛。对，然后是如果就是家庭特别贫困者，手抄《道德经》全文81章，然后免诊费。当时我看到了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蛮那个什么，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你看我当然在北京的一个好朋友，同行啊，他就是在他的这个出诊的地方定了规矩，50岁以上的人不看。50岁以上为什么？18岁以下的不看，嫌烦，就是规避风险。不是说绝对不看，比如说，他确实是老病人介绍的，然后呢交流一下，能够互相信任，彼此理解，甚至有一些风险他也愿意承担。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年龄或者不到这个年龄，他认为概率会大很多，所以他就拒绝了。就是每个人他擅长的方向不一样，思考的角度不一样，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他考虑的角度就不一样。所以您定出的标准和规矩也是适合您的诊断对应的所能帮的客人。是有，我觉得是要这样的。不然义诊承担的这个风险收益比太不匹配了。我就没考虑过收益，其实做义诊就是更多的是对，就没有收益嘛。我的爱心就是我的收益，我积累的福报就是我的收益，但是那个风险就是真是说到了那个比较高概率的那个点，我觉得风险还蛮大。对，不能这样自己去考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等价交换的。所以你只管付出就好了，还一定会有相应的回报的。所以像我们参加这个 BC 省的中医文化周，这个活动其实是政府的，并不是个人的，并不是一个单一机构的，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中医在这个时间都可以说我们是中医文化周的活动。所以我以后可能也不会参加这种就是赶集式的活动了。我们可能以后就是在诊所，我们挂一个横幅，我们是中医文化周，或者我们宣传推广中医文化治疗，我们定期可以开展义诊活动，可以开展宣传活动，可以打开门大家过来咨询问问题，或者说有这种有集群的
适应的客户群体的机构牵头，比如说像我们 Celeb 如果这种客户的关照关爱活动，然后无论是现场或者是方式，可以一块儿做这种治疗。可以啊，可以啊，蛮好。如果太大范围的义诊，我觉得倒不是说不愿意给客人提供这种服务，跟咱们这一期聊的所有内容相关，就是他会失去这种义诊的意义。对，其实可能更多就开一些讲座呀，或者说一些座谈会。改变一些人的想法，或者说让我们的知识啊、认知能够影响到更多人，可能是更好的形式。我们逐步探索吧。好呀。最近这个因为帮这个老王竞选，视频更新的比较不规律，现在就是流量很低了，治疗所以也比较直播也没什么人看，然后也没有大家回应了。这个大家以后想看什么节目，还是多留言，多点赞，多转发，然后打破这个流量的枷锁。我们希望还是做更多更好的节目。竞选完了有时间我会多更视频的。然后Sean他也有自己的频道，是讲保险一些的，大家可以。对，因为我频道做的比较枯燥，主要其实还是目前配合我所谓的事业的起步吧。主要是让客户看到一些基础知识的普及。很好的，其实好多人是不做这些东西的。对，虽然比较枯燥，但我觉得只要有客人需要的话，他登录到这频道里能找到自己。比如说想要知道的政府的福利，想要知道的一些简单的投资的理念，甚至我这一周还有一期节目是我跟儿子一块遛狗的时候，我告诉他投资保险风险怎么去理解，因为他也在帮我做短视频。我觉得可能从基础角度也是帮自己去 review， 你更专业了，可能你去服务的这个客户他能更享受你更好的这个服务和支持。所以我觉得还是向跟您学习，以这种理念能够帮到客户提升自己。我觉得自己也提升很多。张大夫没有油管频道，他有小红书，大家可以去小红书上找这个张大夫。小红书的名字是半日临证，半日读书。挺好的名字被你抢住了。注册商标。好，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吗？每次我感觉有聊不完的话题，可以永远放到下一期不同的主题。像这一期咱们没讲到那个团险。对，团险相关的，因为本身聊这个话题就扩展了很多。对，团险相关也是这次打电话遇到的好多的问题。好多客户说，团险就够了，其实不是那样。你有团险，你有好多东西需要别人去帮你打理。对，就一个问题，比如团险是没有专业的客户经理帮你去测算你未来的风险对应保障。就不是说你什么换工作你没有保障，就是你现在拿到团险的保障根本跟你的生活是不相关的，只是单位给你的 cover。这一点就很要命了，对于保险公司。所以但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可以以后有单独的一期去。对，你一说保险，我这个整骨疗法这个证书也下来了，然后在家肉协会买完保险以后就可以用了。大家如果本地的人有这种保险的话，也可以来找我做相应的整骨疗法治疗。快结束的时候有听众，大家一直在听，只是没有发言。有在线。谢谢，感谢大家的这个观看。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感谢两位过来。谢谢。好，谢谢。好。